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投资的 Poppy 姐。这个 Poppy Says Talks Stocks 的 YouTube channel 主要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投资心得，也能和大家交流，共同累积财富，一起慢慢的富起来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股票代码 LU 陆金所。股市交易，我的信条是不要着急搭乘这班名为创新的飞机，因为机会多的是。直接来看看我的股票交易记录。那我现在的账户总持股数为81股，金额为$1200。我下单的逻辑如下：首先看看公司背景，陆金所 LU 成立于2011年，是平安保险集团旗下的联营公司，注册资本为8.37亿元，大本营在上海陆家嘴。它是集投资、借贷、理财和保险产品为一体的金融平台。其次，它有健康的财报，损益表有快速的营收利润递增。再来看看财报数据，注意一下，财报和财报数据是以人民币为单位的。LU 二季度的市盈率为 18.33， 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为41，所以这个 PE 是很健康的。LU 的净利润率为 25%， 标普500的平均净利润率在2020年一季度从 10.6% 下滑到了 7.1%。 一般来说，净利润率 5% 算低， 10% 算健康， 20% 算高。那陆金所 25% 的净利润率是丰厚的。LU 的短期负债比是 8.87， 这个指数高于 1.5 就是健康的。还有好的交易数据如下： LU 200天的移动均价在 15.42， 那我买入的均价约 15.15， 远低于这个200天 DMA 均价，买入价格我是满意的。10日平均成交量是 7.37 个 million， 远低于3个月平均成交量 14.09 个 million， 这说明最近这个股不热，不如趁机买入。LU 的股价最近受到蚂蚁集团负面新闻影响下挫，这是个不错的买入点。但最重要的来咯，不管多好的股票都存在潜在的危机。财报数据里有一项债务权益比是 49.3， 偏高。每一股股权如果以$1计算，那股权人也就承接了 49.3 美股的债务。但考虑到 IPO 不久，高成长和高债务是常态，这个数字也就可以理解，并且可以持续关注。最后概括一下行业展望。中国的人寿保险业务是呈现高速发展态势的，随着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增加和人们投资理财观念的加深，陆金所的产品结构恰恰打中这个环节，保险产品加小型投资借贷加理财衍生品，我看好他们的中间定位和服务，再加上保险金带来的 float advantage， 是不是听上去耳熟啊？是的，老股神 Warren Buffett 的发家史和保险业有着不解之缘。在他20岁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半副身家都投资到了 Geico 的股票上，至今他的 Berkshire Hathaway 旗下的 Geico 还在为他赚取可观的收入。这个视频相对简单粗暴，但股票的交易日常和心得交流是有即时效应的，希望能及时分享给大家。片尾要和大家强调一下免责声明，我不是专业的财务顾问，这个平台重在分享个人经历，绝非投资建议，入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那好， Poppy Says Talk Stocks， 下次再聊，请不要忘记留言、点赞加订阅哦。